1962年，中印边界，尚未散去的硝烟味在提醒着所有人，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。作为胜利的一方，中国用自己的实力捍卫了领土的完整；而作为战争的失败方，也是战争的挑起者，印度也迎来了一场久久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。19世纪，身为殖民者的英国风头正盛，远渡重洋，将印度变为了自己的手下败将，开启了印度悲惨的命运。然而，英国的欲望远不止于此，单单一个印度根本无法满足英国的胃口，于是英国人将目光转向了北部，在那里安然沉睡着一片富饶而神奇的土地——西藏。英国算盘珠子打得震天响，想要以印度为跳板，深入中国，将西藏据为己有。从地理上来说，西藏是东亚板块与南亚板块的交界地带，且资源丰富，矿产量惊人，是英国不愿放弃的风水宝地。因此，英国想了一个办法，那便是暗中勾结西藏当地的反动力量，以独立建国为诱饵，与他们秘密签订条约。就这样，麦克马洪线诞生了。说白了，这是一种无耻的强盗行为。既然没有边界冲突，那便人为制造边界冲突，攫取利益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中国的政权如何更迭，从北洋政府开始，这一条非法的分界线从未得到过中国政府的承认。可讽刺的是，数十年以后，同样受过奴役的印度却又打起了这条非法边界线的主意。1947年，印度独立，在殖民问题上，独立后的印度将双标应用到了极致。凡是对自己不利的，便高举旗帜反对殖民，要求消除英国所留下的全部痕迹。但是，一旦英国的殖民遗产对自己有利，印度便百般拖延与维护。在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上，印度的拖延态度尤为明显。说白了，印度就是想打着英国的名义赖账，将边界线不断向东推进，让中国放弃原有的立场，承认麦克马洪线。到了1962年，在印度的百般挑衅之下，两国的边境矛盾彻底爆发。按理说，边界问题本是需要两国心平气和协商的大事，然而在面对中国时，尼赫鲁却显得相当自信，态度极其强硬。他甚至认为，即便在边界发动战争，中国也不会还手，还是会躺平认打。正因如此，1962年的边界冲突才来得如此迅猛。而尼赫鲁的自信来源于多个方面。一来，尼赫鲁看错了中国，他不仅低估了中国的作战实力，也对中国的战略方针产生了误解。尼赫鲁坚定地认为，中国的作战中心在东部，而非西部。自建国以来，中国东部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，前有国民党分裂国家，后有美国穷追不舍，步步紧逼。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言，这无异于是地狱开局。因此，尼赫鲁判断中国精力有限，无法事事兼顾，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部与暂时相安无事的西部中间，中国势必会选择东部。如此一来，印度便可以趁虚而入。可实际上，这道选择题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主权没有轻重缓急，但凡涉及原则问题，中国寸土不让。二来，尼赫鲁实际上也不了解印度，他自信地指出，印度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优势。在地理上，西南边境交通不便，远离北京。倘若中国政府想要与印度展开较量，势必费时费力，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尽管印度面临着同样的窘境，可在尼赫鲁心中，印度军队的实力要远强于中国军队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支印度边境军也是殖民时代的产物，曾接受过英国专业军队体系的训练，甚至曾是二战中的主力部队，就连在规模上也是印度军队略胜一筹。更重要的是，印度自以为已经是南亚的老大，可以在国际上搅动风云，孤立中国。在尼赫鲁的想象中，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，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声望很高，足以煽动情绪，让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替印度造势。不仅如此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也显得尤为关键。冷战背景下，美苏作为世界两极，可谓是举足轻重。而令尼赫鲁欣喜的是，苏联和美国似乎谁都不待见中国。1959年，尼赫鲁小小试探了一番，主动挑起了边境的武装摩擦。但是苏联并未就事论事批评印度，反而怪起了中国。而美国向来与中国不对付，恨不得将中国的发展扼杀在摇篮里。因此，美国多次怂恿，暗中撺掇印度与中国作对，并且给印度画饼，提供了一部分军事援助。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，印度彻底飘了，不断在边境挑衅中国。就这样，中国的对应自卫反击战吹响了冲锋的号角。然而，印度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自己噩梦的开端。其实，中国在战争开始前温和的态度，给印度造成了很大的错觉。面对如此尖锐的领土问题，中国始终表现得极为克制。中国这么做有两重原因：一方面，中国不希望失去印度这个朋友；
要知道，印度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，情谊难得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与印度存在着许多相似处，既同为历史悠久的古国，又是欣欣向荣的人口大国，曾有过辉煌的过往，也隐藏着深刻的伤口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印两国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了起来，是同属第三世界的新生力量。因此，中国百般忍让，不愿意闹得太难看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毛主席的领袖智慧。毛主席深知，一旦中国还手，那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。印度会利用多次扰乱边境的行为，逼迫中国回应，从而扰乱视听，扭曲国际社会舆论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先按兵不动，让世界看清楚到底谁才是挑事的一方。可见中国的忍让是谋定而后动的智慧，可在印度看来，这便成为了软弱的代名词。但是中国很快用实际行动给了印度一个响亮的耳光。1962年夏天，印度军队试图切断中国边防哨所的退路，为自己建立新的据点。消息传回北京，中国政府依旧沉住气，将绝不退让，避免流血8个大字铭刻心中。但是印度咄咄逼人，在10月再度发起进攻，入侵扯东地区，甚至打伤了33名中国军人，人员的受伤令事态瞬间升级。可面对中国的抗议，印度政府依旧态度嚣张，尼赫鲁充耳不闻，似乎打定主意撞无辜。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毛主席叹息，既然尼赫鲁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，那中国唯有奉陪到底。尼赫鲁千算万算，着实是错算了中国军队的实力。很快，一场犹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便席卷了边境。整场战争，中国竟然只花了短短1个月时间，伤亡人数控制在了2500人以下。可是印度的日子便没有那么好过，印度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，伤亡人数将近9000人。中国军队甚至缴获了各类军用物资，从火炮到飞机，由坦克到汽车，数不尽的枪支弹药，彰显着印度的失败。因此，用暴打2字来概括，着实恰当。然而，更令印度面上无光的是，中国军队放弃了乘胜追击的机会，放了印度一马，选择了主动撤军。中国用实际行动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不愿意制造武装冲突，但中国有能力打，有能力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。而这一场仗也直接给印度打出了心理阴影。从政治上来说，作为战争的发起者，战争的失败令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危机。2年后，尼赫鲁便去世了，而这场不光彩的武装冲突也给他的履历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。尼赫鲁的教训摆在眼前，令印度的政客们战战兢兢。此后，冲突失利的阴霾持续蔓延。在边境问题上，印度终于有所收敛，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，不敢侵犯中国边界。过去，印度受前进政策影响，总是致力于渗透西藏，时不时挑起小的冲突，令中国不堪其扰。但经此一役，印度终于意识到了中国真正的实力，不敢再真正冒犯中国。甚至这场战争还促进了中国武器装备的升级，全面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，更令印度胆寒。在国际交往中，印度也摆清了自己位置，幻梦破碎。中国在印度最得意洋洋的时候，以4两拨千斤的能量轻松压制印度，这种心理阴影，印度恐怕需要漫长的时间来修复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绝不退让。时至今日，倘若印度再动歪心思，中国也一样会出手制裁。